大家好啊，我是魏之超。今天要为你深入解读的书叫做《丰饶》，副标题是“优化未来的指南”。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明明这么有钱、这么先进、这么多人才，却越来越像是一个稀缺社会呢？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懂怎么造东西了，房子啊、医疗设施啊、基础设施啊、能源、电力啊，样样稀缺。最有机会的城市，年轻人住不起。最想保护气候的州，清洁能源项目完全建不动。一个100-200套房的福利住房项目，成本轻松就能够飙到天价。世界头号强国怎么会陷入这种越来越啥也造不出来的窘境呢？换句话说呢，今天的美国需求侧依然极其强劲，但是供给侧却出了大问题。而且关键是，这种供给能力的稀缺不是自然造成的，它是选择出来的，是制度造成的。就是经常钱已经批了，这个项目却动不了；技术已经成熟了，但是支撑它的电网却接不上；城市明明有机会，房子却不许盖；药物已经发明出来了，生产和分发体系跟不上。美国不是没有资源、没有钱、没有技术，这些东西它依然是独步天下、遥遥领先，而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落地，没有办法兑现成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被制度卡住的人造稀缺。那你一听这个主题呢，第一反应大概是这又是一本右派骂左派的书，但偏偏不是。这是一本2位美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刀口向内批判自己阵营的书。2位作者，一个叫做埃兹拉·克莱因，他是《纽约时报》的头牌专栏作家，他主持的播客在美国政治圈几乎人人都在听。另一个叫做德里克·汤普森，是《大西洋月刊》的资深撰稿人。这2位都是根红苗正的左派知识分子啊。而他们的这场自我开刀呢，可以说在美国的左翼这一边引起了轰动。丰饶这个词甚至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已经变成了一面政治旗帜，被不少美国的左派人士当成了在川普时代的一条新出路。回头看啊，这本书或许就是美国左派从那种搞多元文化、搞 DEI 的文化左，切换到强调生活可负担的经济左的标志之一。2位作者把美国的这个供给侧问题主要指向美国左派是有原因的。美国的右派共和党那边对于供给侧的态度，基本上就是给企业减税、放松监管，让市场自己去干。他们觉得只要放手，那么市场里的供给就会自己长出来。作者虽然也批评说，这种态度忽略了很多市场无法自己解决的问题。但是右派这一边呢，基本上只是消极的不去人为增加供给，算是一种不作为的错误吧。但是民主党左派这一边就正好相反了，他们是各种主动作为的骚操作，把供给稀缺变得越来越严重。首先呢，民主党人说自己关心公平，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是从供给侧下手，不是想怎么样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促成公平，而是更加习惯于从需求侧下手，给人发钱、发消费券、补贴保险、补贴房租、补贴大学学费。就是你觉得消费不起，那我就给你发各种券，给你发各种补贴你去消费。但这问题就大了去了，太多的钱去追逐太少的房子，结果就是房东和已有的那些房主赚翻了，但那些新买家和那些租客就更加崩溃了。太多的医保资金追逐太少的医生，结果就是医疗排队的时间变长，医疗价格飞涨。如果你只是在一边用力，只在需求这边用力，却不去增加供给，那最后就是物价飞涨嘛。但左派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他们人为的给增加供给这件事情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紧箍咒。这在住房上最明显啊，我们就从住房开始说起。虽然很多人说互联网已经把这个世界给拉平了，你住在哪里并不重要，但事实是机会现在仍然大量集中在那些好城市，而且越是那些知识密集的行业就越需要密度。那些好的创新的想法不是闭门造车搞出来的，他们是在饭桌上、在会议室里、在和同行的较劲里发酵出来的。住在100万人口以上大都市区的那些美国人，平均的生产率比小城市的人要高出50%以上。住到好城市里去，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但今天的美国城市已经越来越难以负担了。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些已经住进去的人越来越不想让其他人住进来，而且他们真的可以通过各种法规和法律不让别人住进来。美国以前其实是很善于扩张城市，很会在城市里盖房子的。
二战之后，婴儿潮来了，那些年轻的家庭要房子。加州有一个地方叫做莱克伍德，1950年到1953年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那里在原本的农田上盖起了17000多套住房，最快的时候每7分半钟就能够完工一套房。到了1954年这个原来本来是农田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加州20大城市之一，这个莱克伍德就代表了当时的美国精神。然后呢，到了1970年代，另一个加州城市佩塔鲁马发生的事情可以说代表了完全相反的时代精神。1971年的时候，这个城市通过了一个叫做佩塔鲁马计划的法案。这个法案把每年新增住房限制在500套，还划定了城市增长的边界，阻止城市扩张。这个模式后来被很多地方学习尤其是加州。加州整体都从莱克伍德变成了佩塔鲁马，从我们赶紧把房子盖出来变成了差不多就得了。说白了就是已经住在这里的人对其他人说，你们别再住进来了。但这也不是加州人突然变坏了，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转向，那就是1970年代以后，住房越来越变成了家庭财富的核心资产。那房主会怎么样保护这个资产呢？那很自然他就会关心附近会不会盖公寓来影响我这个房子的景观，会不会有新房子增加了交通，会不会有太多奇奇怪怪的人搬进来改变我们这个社区的气质，会不会影响学校质量，说白了就是会不会让房价下跌。于是呢，当然是越少人搬进这个社区越好。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在市政听证会上说，我反对建这栋公寓，因为我希望我的房子更值钱。他们反对的理由会换成各种更加体面的说法，比如说要保护环境保护我们这里的历史风貌每一个理由单独听都不荒唐，但是他们合在一起呢，最后就变成了别在我家附近盖新房。而这里边最讽刺的一个现实是，这种局面在越进步越左的城市就越明显。两位作者说，你去看旧金山那些优质住宅区的草坪上，到处都插着黑人的命也是命，善良就是一切，没有人是非法的，这样一些写着非常左派的口号的牌子。但是这片草坪所在的那个社区，往往也是被这些业主们投票规划成了只能够盖独栋住宅，而整个旧金山到处都是这种社区。它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旧金山的黑人人口从1970年以来，每次人口普查都在下降。也就是说，被这些业主们投票赶走的，其实正是那些穷人、移民、有色人种，就是他们的草坪的牌子上想要保护的那些人。价值观可以很慷慨，土地使用权却非常吝啬。口号可以欢迎所有人，但是这种规划土地使用方式的所谓的分区制，却只欢迎那些买得起100多万美元房子的人。这几年备受关注的美国的无家可归问题，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很多人解释加州的无家可归，会说是不是因为加州的天气太好，是不是因为加州的福利制度太慷慨，是不是毒品、精神疾病、治安政策出了大问题。但是今天这本书里引用了一项权威研究结果，却说这些都解释不了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贫困率高的地方，比如说底特律、迈阿密、达拉斯，未必有高比例的无家可归。同样的，精神疾病率、吸毒率也解释不了城市之间的差异。而真正高度相关的因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城市的房租和空置率，也就是你这个城市的房子够不够。10个人玩抢椅子的游戏，如果有18椅子，那音乐一停，哪怕有人拄着拐杖，大家也都能够坐下。但是10个人9把椅子呢，那就一定会有人被挤出去。这个时候谁被挤出去，才和贫穷、失业、精神疾病、吸毒成瘾有关。但是有人一定会被挤出去，这个事实是椅子不够造成的。书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2022年德克萨斯这个红州的奥斯汀都会区，它的新房许可数量全美第一，每1000个居民就批准了18套新房。而洛杉矶和旧金山都会区每1000个居民只批准了 2.5 套。到了2023年，德州休斯敦都会区发出了将近7万张新房许可，而旧金山都会区只有大约7500张。纽约纽瓦克泽西城这个左派都会区加起来也不到4万张。德克萨斯的这几个都会区没有那几个兰州城市那种严格限定建房要求的分区制，它的房子就更加容易建出来。所以这些红州的都会区就没有陷入旧金山、洛杉矶那种级别的住房和无家可归危机。
所以你看啊，美国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尤其是兰州非常严重的住房短缺，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种人造稀缺。然后我们再来看左派最关心的气候和清洁能源问题。如果说住房问题是嘴上很想要公平，但实际行动却让人住不进来，那么气候问题就是想要清洁能源，却不让清洁能源真的建起来，也非常讽刺。两位作者首先讲到了美国今天的环保法规。他们发现今天美国的很多环保法规有非常严重的历史错位问题。20世纪后半叶通过的一系列环保法规，当时是非常有益的。那个时候美国的空气和水污染曾经非常的严重，后来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环境影响评估法确实拯救了无数生命。问题是20世纪通过的那些环保法律有一个核心的诉求，那就是要阻止鲁莽建设。因为在环保意识兴起之前，很多工厂啊什么的建得太快太鲁莽了，造成了很多环境问题。但是到了21世纪啊，现在的气候危机要求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是反过来的，是要大量建设。你要实现脱碳这个环保目标，那你就得把汽车、炉灶、热泵、烘干机这些旧机器都换成电力设备。能源分析师估计啊，美国未来需要替换大约10亿台机器，然后这些机器都要连接到电网上。2022年，美国大约60%的电力还是来自于化石燃料。而要脱碳呢，就得把这套电力系统几乎全部重造一遍。这不是在你的屋顶上贴几块太阳能电池板的问题。按一些模型的估计，美国需要的风电和太阳能占地最高可以达到59万平方公里。要实现一个中等路线的可再生能源图景，未来30年每周都得上线2个大型太阳能设施，而发出这些电之后，还要建设配套的输电线。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年建成过超过4100英里的输电线，但要实现脱碳目标，就需要未来每一年都超过这个速度。其实呢，这些在技术上都不是问题。2010年到2020年，太阳能成本大约下降了90%，陆上风电成本下降了将近70%。2023年，全世界新增太阳能装机比1954年到2017年加起来还多。但坏消息是，美国今天的制度非常不擅长把这种技术奇迹大规模的落地成惠及大众的基础设施，很有一种高分低能的学霸的感觉，考试100分，动手能力10分。那个著名的烂尾工程加州高铁项目就是一个典型。2008年，加州选民批准了高铁计划，要建一条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这2大都会区的高铁。当时的设想是第一阶段2020年建成，预算330亿美元。当时的总统奥巴马、州长杰里布朗都大力支持，又有选民的投票背书，很难想象还有一个项目比这有更好的开局了。可是结果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项目的成本一路飙升，而路线缩水到了1/3，从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这2大都会，退化成了连接2大都会中间的2个城市。而这段缩水版的路线，最新的估计就要350亿美元，超过原来的全程预算，而且要到2030年到2033年之间才能够载客。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修横贯大陆的铁路，西段将近1800英里，6年就完成了。而今天呢，加州迟迟建不出区区500英里的高铁，而中国在同期建了23000多英里的高铁。而它的难点根本就不在工程技术，而在于谈判。加州高铁里的一个迷你仓储设施的征地，居然就需要4次的占有请求和2年半的法律拉扯。环保评审从2012年开始，到2024年还没有完全结束。项目每拖1年，成本就涨1点，公众就更加失望，政治支持就流失，然后钱就更难批，项目就更慢。建不出东西这件事情是会自我强化的。那为什么加州高铁这么难建，有这么多的拉扯？这就引出了书里的一个底层解释，那就是一个富裕稳定的社会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组织、利益、程序和否决点。经济学大师奥尔森早就说过，能集体行动的组织很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各个环保团体都可以发起公益诉讼，各种工会都有谈判权，各种企业都有自己的游说人，
而高铁这样的复杂项目，沿线要面对那些被征地的业主啊，要面对地方政府，面对环保审查、铁路公司、工会，还有各种资金规则，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合理诉求。那项目要落地，就必须要说服所有的这些利益方，那简直就是地狱难度啊！这就是现代社会建设能力衰退的核心。越是富裕的、稳定的、善于表达的地方，就越有能力组织起来说不。而美国尤其是把这种能力给法律化了。这方面历史上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做拉尔夫·纳德，他是美国1960年代最有名的消费者维权律师。1965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任何速度都不安全》，揭露了汽车公司明知道安全设计有问题，却长期把车祸归咎于司机。这本书当年轰动了美国，推动了汽车安全立法，也让纳德和他的追随者成了那种用专业调查、媒体曝光、诉讼和法规来逼政府与企业改正错误的代表人物。这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确实后来带来了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运动，但也留下了一套政治技术，那就是通过诉讼、通过程序制衡、通过不断的给政府加约束来让他不作恶。也就是说，他在美国的法律传统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否决权。但是很多时候啊，这样做的效果就是让否决变得特别容易，让很多建设变得举步维艰。书里有句话挺毒舌的，两位作者说，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就是左派，他们很善于把自行车给拆开修理，但是他们一直没弄明白怎么把这辆自行车给装回去。我觉得公平讲，这也不全是左派的责任啊。只不过是那些利益团体里比较显眼的，像是环保利益团体啊、工会什么的，的确带有左派标签。但是奥尔森说的那种否决权太多的问题，可能是所有富足的民主社会都很难躲过去的一种困局。但光会否决没有用啊。两位作者在书里反复说，政府的合法性不只是来自于我遵守了一个什么程序，你这个程序不让我做，我就不做了。政府的合法性还来自于我解决了问题。加州高铁每一步可能都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如果你20多年都没有把这条高铁给建出来，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会变得更高，只会变得更低。2023年，美国人相信政府总是或者大多数时候都会做正确事情的比例只有16%。你搞了半天的程序正义，结果没有换来任何信任，这就说明程序正义本身没有办法替代结果的交付。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否决太容易，许可太难之外，左派的另一个弄死供给的杀手锏叫做万物贝果自由主义，这是作者发明的一个形容。美国有一种贝果叫做万物贝果 Everything Bagel， 它上面会撒满芝麻呀、洋葱啊、盐啊、蒜啊，什么都会来一点。两位作者说，今天美国左派的很多政策就非常像这种万物贝果，一项政策本来你做好 A 就可以了，但是政府会要求你同时必须加上 B、C、D、E、F， 否则就不批钱，否则就不给经费。这个逻辑落在保障住房上特别直观啊。按理说，政府出钱给无家可归者建房，目标应该非常简单啊，那就是尽快、尽量便宜的把房子给建出来。但是在美国的很多兰州城市，公共资金一旦投资进来，那项目就不只是建房子了，它还要你同时满足环保、工会、小企业、本地雇佣、少数族裔供应商、残疾人无障碍、艺术审美、社区协商、融资合规、反欺诈、反浪费，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审计。每一个目标单独看可能都是正当的，但是他们一起压到同一个项目上，结果就是那个核心目标让无家可归的人尽快住进房子，这个核心目标反而被挤到了角落里。2016年，洛杉矶选民通过了一项12亿美元的法案，就是要为无家可归者建1万套公寓。结果到了2024年3月，8年过去了，只建成了4000多套。后来审计发现平均每套的造价大约要60万美元，远远超过市场的平均造价。很多项目为了凑齐5-6个资金来源，就要跑5-6套申请和合规，每一个资金来源里面有琳琅满目的各种要求。每一个出钱者都想确保钱花在自己指定的善事上，把所有的善事都塞进去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项目本身能不能够按时完成反而不重要了。反过来书里举了一个反例，旧金山有一个支持性的住房项目，建设了145个单间给长期无家可归者住，
这个项目3年就完成了，每一套造价不到40万美元。那为什么这个项目建得又快，造价又合理呢？很讽刺，因为它是私人的慈善基金出钱的，所以它就绕开了公共资金附带的那种万物备国主义。这个基金就只管把房子给建出来，而不用附带完成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很政治正确的目标，就这么简单。这个问题不只出现在福利住房里，书里还举了拜登政府芯片法案的例子。美国政府拿了390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企业回美国建厂。本来最核心的那个目标应该非常清楚啊，就是把芯片制造能力回流到美国本土嘛。可是这个计划的申请指南里又是塞进了一连串的附带目标：DEI 劳动通道、女性少数族裔和女性企业供应链、气候责任、社区投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甚至因为晶圆厂涉及到大量的建筑规划，这个申请指南里还附带了扩大女性在建筑业里的比例的要求。这两位作者也忍不住吐槽说，美国政府难道真的觉得像台积电这样一家台湾半导体公司懂怎么样扩大女性在美国建筑业里的比例吗？难道不应该让他们专注在自己的主业里吗？当然，作为左派知识分子，丰饶的两位作者也不是反环保、反工会、反平权、反审计，他们反对的是一种不愿意承认取舍的政治。成熟的治理不是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堆到同一个项目上，而是敢于说这一次我们的第一目标是什么，哪些目标必须服务于它，哪些目标暂时要让路。而在两位作者看来呢，今天那些高举各种旗帜的左派已经不懂得这种取舍了。书里最能够说明这个道理的一个正面案例是费城 I-95 高速桥的抢修。2023年6月11日，一辆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在这个桥下面翻车起火，这座桥的钢梁被烧化，桥就塌了。I-95是美国东海岸的大动脉，每天有16万辆车通过。那按照宾夕法尼亚州的正常程序呢，要重建这座桥得先请顾问来设计，然后联邦公路管理局要审批，要招标，要处理标书，然后签合同。等这些手续都走完啊，桥还没有开始重建呢，1-2年就已经过去了。但是当时州长乔西夏皮罗宣布紧急状态，重建过程豁免了大量的正常规则，取消掉了非常漫长的环境影响报告，取消掉了那些冗长的招标。州政府直接找了附近与政府合作过的承包商，所有的劳工都是工会劳工，7乘24小时开工，现场还架设了直播摄像头，公众随时可以看进度。最后 I-95 这座桥只用了12天时间就重开了。当然两位作者说，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应该进入这种紧急状态，无招标会有腐败的风险，加速施工也有质量风险。重点是规则本来应该是帮助人来做判断的，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呢，它却经常取代判断。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官员就是被允许来做判断，他被允许承担风险、做取舍、负责任。于是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政府不是不能快，而是他平时不被允许快。而且今天的美国不单单是基础建设快不起来，更加严重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快不起来，那就是把那些先进的科研科技成果大规模部署的速度变得很让人担忧。借用彼得蒂尔从0到1和从1到 N 那个说法，美国现在在从0到1的能力上仍然是独步天下的那一档。虽然这本书里也花了不少篇幅批判美国的科研经费审批体系变得越来越保守，但是在 AI 啊、生物医药啊、芯片啊、mRNA 这样的一些前沿领域，在这些领域的原创性发明方面，美国仍然是一马当先。可是呢，美国今天越来越不会从1到 N 这一步了。要知道，一样东西在实验室里被发明出来，不等于改变世界啊。1928年，弗莱明就发现了青霉素，但是到了1941年，也就是青霉素被发现的13年之后，青霉素只治疗过5个人，其中2个人还死亡了。真正让青霉素改变世界的是后面的大规模部署，是2战期间美国的战时科研体系把青霉素从一个科学项目变成了大规模普及的医疗产品。这里边的发酵问题啊、筛选菌株啊、资助工厂啊、组织临床和分发，是一套系统性的工程和社会组织问题。青霉素的产量从1942年的每场每月平均1000万单位，到1945年6月已经提升到了6.46亿个单位，生产成本下降超过95%。
攻克了这个大规模部署问题的青霉素，才真正改变了世界。这才是进步真实的形态，不是一个人我喊我发现了，世界就自动变好了。进步是需要这个大规模部署过程中的大量微发明，需要试错，需要工厂供应链标准化，需要分发网络，需要有人把一个好东西从1做到10亿。美国左派心心念念的太阳能就是如此。1954年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做出了世界上第一块硅基太阳能电池，但是最早的太阳能电池贵到离谱，基本上只是一个实验室里的玩具。但在1970年代的时候，本来美国有一个把太阳能电池产业化的绝好的机会，那就是石油危机。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确大力投入太阳能，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开始提高，成本开始下降，行业看上去就要起飞。然后呢，里根上台了，他上台的第1年，太阳能研发经费就被砍掉了60%以上。后来油价大跌，太阳能的大规模部署在美国就退潮了。后来是德国在1990年代用补贴打开了市场，然后就是中国开始接力。中国在2000年之后用长期的产业政策和制造能力把成本给打了下来。2000年中国的太阳能装机还只够一个小镇的供电，但到了2020年，中国制造了全球约70%的光伏面板。过去15年，太阳能板的成本下降了大约90%。现在全世界最善于从1到 N 的公认是中国，而会生产其实就是另一种意义的会创造。这里面有一个制造业规律，叫做莱特定律。简单来说，就是很多东西不是先发明出来然后去生产这么简单，它们恰恰是在生产的过程中被继续发明了。你造的越多就越会造，越会造东西就越便宜，越便宜你就能够造的越多。创新其实不是天才先负责想，然后工厂负责照着做，工厂本身就是创新发生的地方。现在你把制造都外包出去，把部署都交给别人，那你最后丢掉的就不只是工作岗位，还有继续改进技术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当然，美国偶尔也能够交出非常漂亮的答卷，比如作者在书里对川普政府当年加速新冠疫苗研发和部署的一系列政策就赞赏有加。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很多专家认为疫苗不可能年底前就出现，因为传统的疫苗开发周期可能要10年。但是美国政府用暂时速度组织了一套从研发、临床、审批、生产到分发的完整链条，这套政策被统称为趋速行动。政府首先是分散下注几种有潜力的疫苗方案，然后提前铺生产，扩建了27个制造疫苗的设施。后来在 mRNA 疫苗方案胜出之后，又牵头解决适配这种疫苗的零下70摄氏度冷链和特殊玻璃瓶问题。然后政府再把疫苗送到50个州、64个卫生辖区、7万个点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提前购买疫苗，让公众能够免费接种。两位作者说，这个过程里从研发到大规模部署，政府扮演的始终是一个叫做瓶颈侦探的角色。政府负责的始终是去侦查和打通整个链条里的各个瓶颈，这就做得非常好。结果呢，到了2021年的4月，全美成年人就都已经有资格接种了。到了5月下旬，有57%的美国成年人至少已经打了1针。整个这个趋速行动项目花费不到400亿美元，却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性价比最高的政策。有研究估算接种前的8个月里挽救的生命价值就达到了6.5万亿美元。可是呢，非常遗憾的是，这个项目后来成了一个政治孤儿，因为很快民主党就上台了。民主党不愿意表扬一个带有川普印记的项目，而共和党这边呢，很多的保守派选民又被反疫苗的情绪绑架。于是呢，这么成功的一个政府项目，居然两边都不太愿意认领。这也反映出了今天美国政治的另一种荒唐，它不是不会成功，而是有时候成功了也不知道怎么学习。作者说，如果要从趋速行动里边提炼一个原则，那就是专注。这个项目组里的每个人都知道目标是什么，就是在2020年底前至少交付一种安全有效、可规模量产的疫苗。这个原则其实可以迁移到很多地方。美国现在缺基础医生，那就去看一看现在医学院的招生名额是不是一个瓶颈。现在低碳水泥太贵，政府就作为大买家可以承诺购买达标产品。
政府不是每次都要亲自下场经营企业，它可以识别瓶颈，买掉早期风险，创造市场，授权那些能干的人做事。作者说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施政的技术细节，但其实背后是一种政治哲学，那就是一个社会必须重新相信未来可以被建造出来。房子不是口号，清洁能源不是口号，医疗不是口号，他们最后都要落地到土地、工厂、电网、医生、药物、供应链和施工现场里。一个社会如果只会说价值，不会生产结果，那它宣扬的价值再漂亮，也会慢慢的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这本书读到最后啊，我很难不想到中国和美国这对冤家。很讽刺啊，他们的问题几乎是反着来的。中国是太会建造却没有能力消费，供给能力太强，强到会带来另一套麻烦，产能过剩、债务内卷、资源错配。而美国正好反过来，它是消费能力非常的旺盛，但是越来越不会建造，是供给越来越弱，各种程序正义和否决权层层叠叠，最后变成了想得非常周到，但是什么也落不了地。一个的问题是刹车的力度不够，一个的问题是油门踩不下去。也许中国和美国如果都各像对方那么一点点，那对于他们各自可能都会更好。或许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啊，如果中美没有走到今天这种彼此脱钩的局面，那他们本来也许是一种无敌的互补形态，一个最擅长从0到1提出新科学、新制度、新技术，一个最擅长从1到N 把技术做便宜、做大，做到普通人用得上。可惜啊，现实是这两个国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制造稀缺。一个理想中完美的社会，可能既要有想象未来的能力，也要有建造未来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在建造的时候知道边界在哪里的能力。这3件事单独做到1件都有可能啊，但同时要做到何其艰难啊！好，这本《丰饶》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本书再见。